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下期就让你上电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我是小白。又是一周过去了，我们又汇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这一次问题又是比上一期多了，有17个问题，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拖更，这个是第4期还没有拖更啊，看我什么时候拖更。OK， 那咱们就干话多屁话少，来赶紧看一下这周咱们的问题。第一个是来自 B 站的网友枫叶360，小白哥快开学了，我打算买台手机 iPhone 6s Plus 64G 和1+5运行8G 高配版，犹豫中，请问可以给个意见吗？或者说还有什么机型可推荐？3000到3500之间，2台机器我觉得都可以，因为 6s Plus 的话，到现在来说，这台机器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在用，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使得也都挺好的，而且还是64G 的版本。如果要是1+5的话呢，今年的安卓性能代表也是挺不错，但是毕竟是安卓和这个 iOS 的区别，所以说他们两个价格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我搜了一下啊，无非就是2个阵营的选择。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苹果的笔记本或者说别的配套的设备的话呢，我建议选 6SP。如果要是单买一个手机的话呢，其实1+5啊，他们俩也都行，无非就是2个系统的选择，你看你是否想体验一下 iOS， 还是继续安卓。OK， 来看下一个问题，致残手套，1500封顶买什么手机好？可能要用的时间长一点，对性能要求不高，偶尔打打王者和崩坏。你都打崩坏了，还对性能要求不高啊？1500块钱左右，如果要是玩王者荣耀崩坏3的话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性能机型的，这个说实话，因为价格确实不高。在这儿呢，我推荐的是去年的Mi 5，或者说Mi 5S。Mi 5S 的话，它最近好像是搞一个活动，1799，如果是在某宝买的话，可能1600块钱能拿下来。所以说，只能买这个去年的旗舰。玩王者荣耀崩坏3，我觉得。可能帧数玩时间长了，可能还差点意思，所以说这个价格玩这个游戏对 GPU 要求比较高的，只能买这个去年的旗舰。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测评里边经常说我是什么米黑之类的啊，赶紧让他们来看看白问，我在白问里面经常推荐小米的手机，好不好？广告费啊打到这个账户里面来。OK，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Visible 的网友露露 DJ， 应该是个女网友啊。再嘛，我马上初中生了啊，要买手机。我一开始用的是小米3，拍照很好，可是比较喜欢R11。看您的视频说R11不好，我视频里没有说R11不好啊。从百度搜说华为是国产比较好的手机。小妹妹，你还是一个挺单纯的人啊，所以我比较纠结，而且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玩游戏，比如我的世界迷你世界这一系列游戏，就是这种杀手类的游戏是吧？游戏速度啊，还是有希望比较好的手机希望你回复我。我建议啊，如果要是女生的话，玩这2款游戏呢，其实 R11就挺好的。女生买个 R11挺省心的，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毛病，因为 R11就是 OPPO 系列的手机，稳定性可以说是它的第一标签。虽然说它有这样那样的槽点啊，什么高价低配啊，这个不是太明显在R11身上，但是可能什么 UI 啊，什么太傻啊，什么仿 iPhone 啊，但是它的稳定性确实还是挺好的。而且在游戏方面，尤其是王者荣耀啊，应该目前最好王者荣耀的体验应该就是这个21。说这句话应该会被喷啊。OK， 来看下一个问题 ，B 站网友小吃年吃吧，小白用了太长时间安卓，想用一下 iOS。想问一下 iPhone 6 SP 128G 可以入手吗？想用个3年多，这款手机用3年多应该是不太行了，因为它毕竟是前年的手机了啊，所以说再用个1年或者2年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想用3年多6SP 的话，它即便是 iOS 也不行了，但是这个内存应该还是可以用的128G 啊。想用这么长时间，可以考虑一下比较新的机型，或者说安卓阵营今年的旗舰。下来这个网友厉害了啊，华为高级副总裁余承东，这个 B 站的一个恶搞网友啊，但是你这头衔给人挂错了，老于是消费者事业部的总裁，应该是啊。这头像还真是啊！小白，那个我想入手米 Note 2，但是怕屏幕，所以屏幕问题有多严重？还有821能战几年？无视 ID 是吧 ？Note 2的话呢，屏幕它后期产的，它一开始那个确实是抹布屏啊，跟那个之前一加那个
差不多都是比较差的屏幕，但是后期产的那个素质还是稍微高了一点。现在如果你买 Note 2的话，不要从这淘宝上可能有这个库存货，可能会差一些。从官方店买或者说米家买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时一加的那个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很多人就把它说的一无是处，但是它确实比较差啊。希望你去现场看一下这个屏幕，实际的看一眼。我觉得后期产的 Note 2的那个屏幕还是可以的。821还能战几年的话呢？我觉得还能1年吧，马上这个835上面的高频的处理器可能要出来，1年的1年半吧，1年可能还稍微有点少。我这个是站在机油的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如果要是你平时用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用处啊，或者说只是就相当于就玩一些比较轻度的应用，那2年还是没有问题的啊。OK， 来看下一个问题，小五卡米来自微博的一位网友，小白啊，现在智能手机性能下降程度怎么样？不知道安卓机的通病能不能改？求百问上电视。其实可以这样说，就是刚才那个他说821可以战几年吧。现在就目前来说，安卓阵营的顶级处理器配上安卓的7.0的这个系统啊，我觉得2年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软件是同步更新的。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被忽略啊，就比如说现在处理器更新了之后，软件知道处理器可以达到更高的性能了，它会改版更多的功能在里边，游戏也会针对它的 GPU 做更高的优化，所以说软件始终是跟 CPU 啊或者 GPU 啊半同步运行的，就是先更新之后，软件也就马上更新。可能你用了1年半之后，觉得哎这处理器这频率也是挺高的呀，这821是吧？但是现在软件的适配都是针对于835适配了。所以说它的性能又高了一点，比如说什么淘宝啊、微信啊、这什么微博啊，这些常用软件就是这样。大家经常发现一更新就是几十兆、上百兆，或者说100-200兆，这个随着更新，它随着换代，所以说2年吧。OK， 来看下一个问题，青山雨剑。小白，我想知道1+5从淘宝买不带发票的保修吗？这么可以跟你说，任何你在淘宝上买的东西，或者说你在任何别的店买的东西，只要没有正规的发票，他还跟你说保修的，全扯淡，就不用信，你知道吧？经常有人说啊，现在拿手机就可以保修啊，没那回事儿，只有正规发票才能去正规的渠道来保修，这个就是行货，行货才有正规发票。为什么行货有正规发票？正规发票是需要上税的。这个比如说咱们在那个 MacBook 这个2017款那个，它一款电脑要上2000块钱的税啊，手机可能还便宜点啊，那也得有个几百啊。但凡有淘宝店跟你说的，你没有发票也可以，那全扯淡。还有一种的情况就是淘宝它电保，就是在他们店买了手机之后说啊，我电保给你保半年，保1个月。这种情况啊，你听听就得了，因为真手机出点毛病了，你电保的话，那这个流程，这个店铺是吧，认不认两说着，就算认了，也是极其磨叽，你寄回去弄好，再扯皮，再寄回来，没准还让你掏点钱。所以说，这也是我现在为什么目前来说，一般的机器啊，就是不是顶级的旗舰，就是太贵的那种，或者说所有机器吧，就是推荐大家买国行，省心也省力。三星的机器其实买港行确实便宜一些啊。OK， 来看下一个来自 B 站的网友埃罗芒啊33X， 小白，你那么多手机，你自己用什么手机？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回答过了，隔一段时间就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用的手机就是iPhone 7 Plus 和 S8 Plus， 因为是吧，这个 iPhone 我是被系统所绑架了，都是用它的这一套东西，已经基本上逃脱不出来了，反正是一种系统绑架。而且我确实也比较享受在这种状态里边，在这个系统里边非常便捷的一些处理方式也好啊，它的一些功能也好。然后安卓这边呢用的顶级旗舰，然后来一直知道它最新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然后跟下面的机器差距在哪，下面的这些机器它的具体的不足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当然我平时可能也会用一些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机器，就是大家看视频的那些，但是相对来说用的时间就比较短，或者说只是体验一下。OK， 来看下一个问题，4月是你的什么？来吧，小白，你咋不测评8848呢？天天在电视上打广告，不知道是什么东东。8848这种手机是吧，就是那种大老板啊，或者说那种高端人士用的。说像咱们这种是吧，小土鳖呀、小虾米啊，用不了这种手机。所以说咱测，再说也挺贵的是吧？测不了这种手机，你知道吧？咱们格调不够。好，下一个问题，密斯特炼乳。白哥，马上要开学了，学生党打算买台笔记本，可预算只有4000块钱，主要用来软件制作。
打游戏之类的有什么好推荐的？4000块钱，我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什么好推荐的。我在这里也是不光是这种是吧，就是很多上大学的小伙伴，或者说即将上大学的小伙伴，或者是即将买笔记本的小伙伴，一定要告诉你们，4000块钱的笔记本，如果想作为主力笔记本来用的话，就是经常啊玩游戏啊，还有一些办公什么乱七八糟，就是全部这一台笔记本来的话，这个价位段是基本上买不到什么好笔记本了，因为笔记本我觉得最次低得够上个5000或者6000左右才可以。这个价位段的笔记本啊，就是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就是我后期换笔记本的时候，周边的朋友们基本都是用个1年或者1年多就得换料。这个价位段的笔记本大多也就是办公一些文字性的处理，你这 PS 用多了可能都卡。预算高一点，你会用的很省心，用的也爽。OK， 来自 B 站的网友，我想有只狗，小白，你说小米5X值得买吗？我好像和你同岁，就不叫你哥了，我也是女粉啊，哎，是吧？最近我发现咱们女粉好多哎，尤其是微博这边啊，赶紧关注啊，赶紧关注！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这期可能是微博跟那个 B 站的比较多，因为这期视频搜集问题的时候时间有点紧，所以说下期咱们主要都从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关注百问，有什么问题都提到后台，然后我们会下期让你上电视啊！下期主要从百问的公众号里面来啊。小米5X 呢，这个机器我还没有详细的体验啊，详细的使用啊，没有详细的测试。但是就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个价位段我觉得这机器还是不错的吧。女生我建议用的手机稍微精致一点，可能更衬托你的气质。这个机器呢，它的这个精致感呢做的不是很强，背面还可以啊，这个背面跟这个什么1+5啊，这个什么R11啊做的都是非常像，但是正面这个廉价感就稍微的凸显了，因为边框比较宽啊，整个的感觉就有点便宜了。但是在这个价位段，这台机器包括处理器啊，包括这个MIUI 系统是吧？而且它马上也要更新这个MIUI 9了，还是值得推荐的。OK， 来看下一个问题：长安城里放炮仗，这又是个女粉吗？白大哥，我想问那个，白大哥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输入 IMEI 号码，本来想查询一下手机还有多少保修，应该是某些公众号它带这个功能啊。结果看见百度上有人说有人会用 IMEI 盗取信息和进行远程锁机，我想知道我的手机安全吗？会被锁机吗？是 iPhone？ 对，这肯定是 iPhone， 一般 iPhone 才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消息出来啊。我可以跟你说，单独他知道这个IMEI 码的话是基本不会给你造成什么影响的，因为单纯知道这个码的话，那只能是查询一些信息，不会涉及到你内部的一些软件问题，甚至跟你说它可以给你锁机，谁可以给你锁呢？苹果这边可以给你锁上，苹果的安全级别那是军事级别的，所以说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大可放心。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杨江州，小白你好，准备大一购买一台平板电脑。新 iPad 如何？预算3000以内，之前没有用过苹果产品，是不是与安卓之间连接是很麻烦呢？是的，确实很麻烦。请问小白有什么建议？加钱 Surface 值得吗？我也不打游戏。Surface 这个定位呢，其实我觉得一直是比较尴尬的啊。我觉得买 Surface 的话，真不如就老老实实买一笔记本。买一个 iPad 的话啊，你多数情况下一定要相信我，不要想着把它当成什么生产力工具。这事有很多人啊，都是觉得说，哎呀，我用它那个临时什么轻度办公什么的，除非你真的是上班，然后有什么轻度办公，你尤其是上学的话，大部分时间会把它当成一个游戏机，或者说大的一个 MP4，那个睡觉之前看看视频什么的，放在哪儿什么看看微博啊什么之类的。这两个建议的话呢，我可能更建议这个 iPad， 因为 iPad 娱乐化上面这个生态啊、游戏方面啊做的确实是比这个 Surface 要好很多。Surface 可能就是偏向于办公、商务性质可能会比较多，而且 Surface 也比这个也是新的啊，我说的是新的啊，也比它贵一些。建议 iPad。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抖你一脚筋。小白准备大学生买电脑，专业要求剪辑视频，配置台式还是笔记本呢？毕竟你们专业也要求剪视频，所以问了啊。剪视频的话呢，如果要是不购买这个苹果系列的电脑呢 ，PC 版就是这个 Windows 这个平台下呢，我更推荐你直接配一台台式机，因为配一台台式机的话，无论是屏幕方面啊，还有就是它的配置方面啊，都会好很多。Windows 的笔记本呢，剪视频的话，第一是发热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相对于软件，就是比如说 AE 啊或者是 PR 啊，它这个针对性的优化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苹果这边它是自己开发的软件，针对的是自己的电脑，那时候渲染啊，还有就是内存方面啊，就是性能可以发挥到几乎100%，或者说效能发挥到最大，建议你配一台台式机。
OK， 来看下一个问题。哎呀，不好意思，哥们儿，你这个名儿我没给你接上。iPhone 7 Lightning 的接口接触不良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应该是坏了，买根新的啊。OK， 来看下一个问题。张坚果，你好，我叫王锤了。我爸公司发手机，然后 OPPO R11和荣耀 V9 6+64的2选1，他要用个2到3年，平时只用一些基础应用，其他要求不高。请问哪款好？然后 2K 屏幕对处理器的拖累会不会大？用了2、3年的话，2K 的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它更多的是对电量上的，就是电池方面的消耗，就是它续航呢不如2080P 那么长。然后这2台手机的话呢，我可能更倾向于R11，因为毕竟 V9 是去年的手机，虽然说它是当时麒麟的比较好的处理器啊，但是相对于今年的这个660来说呢，我觉得我还更推荐 OPPO 的R11。但是一个男的啊，你老爸是吧？用 R11好像有点怪，不过黑色也是可以接受的吧。而且这个机器确实做的挺轻薄的。OK， 来看下一个问题。哎呀，又没有接上我名，哎呀，不好意思。小白，我的1+3用了1年，现在发现对焦对不上，然后去论坛看了好多家油都有这个问题，清除数据也还是有，付款的时候超级尴尬。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在这个一加的视频中跟大家聊一下的，但是后来我一不小心给忘了啊。最近身体被掏空，因为我也是在后台接到了很多这个问题，包括小米啊，不光是一加啊，这魅族这边也有，就是老机器可能多少都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你说这问题吧，也不是特别大，这个就是系统更新，因为它不断的适配，比如说新一版的这个系统啊，它基本上都是按照最顶级它的那个旗舰来最佳优化、最佳适配的，所以说难免会针对之前的一些这个机器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这个是都是有的啊。但是它的这个对焦问题呢，相对来说就有一点点严重，因为毕竟使用这个相机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1+3呢也是相对一加阵营来说，上一代再前一代这个手机了，所以说难免会有点问题。这个就是让你赶紧快换新机是吧？赶紧快换。OK， 这一期的白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这期问题比较多啊，这个17、18个问题，我发现开了这个视频节目之后，这个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尽量呢，以后咱们把这个问题呢控制在15个，就是下一期啊，以公众号的问题为主，赶紧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不光可以提问啊，还可以每天晚上看一个小片片啊。对了，上一期咱们的中奖观众就是微信公众号回复干货多屁话少的这个小伙伴，这期活动还是一样，在白问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就行了。有很多小伙伴回复错了，回复干活多，不是干活多啊，是干货多屁话少。在这儿啊，赶紧后台联系我们一下，然后把奖品寄给你。奖品就是光枪移动电源，我的枪呢就这个。我们这一期呢还会再送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包装还是非常精致，价值是288块钱，好像是有一个版本是300多吧，我忘了是哪个了，是300多，挺贵的啊。做工非常精致，正版的，它有个支架，你可以摆那看，就是摆在桌子上当一个装饰品也挺不错。好了，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白问，回复干货多屁话少，下一期上电视结尾就抽奖。最后再简单剧透一下我们后边测评视频的安排啊，应该是会这个策划一个性能大对比，因为今年就是最后就等了一个魅族 Pro 7嘛，发布了之后基本就全了。今年的各家旗舰基本上走量旗舰都 OK 了。下半年呢，可能是各家一些相对来说设计上啊，还有就是在功能上啊比较激进的一些手机，下半年我也非常期待。但是上半年这些走量机型是大家都想买的，会策划一个性能大对比。之前我们做过旗舰相机大对比嘛，性能方面我们也再来一场全民的竞标赛。好了，关注新浪微博小白 MTX， 还有就是公众号白问，不客观真体验，不是干货多。对，哎呀，slogan老啊。OK， 这期就到这儿，干货多屁话少，白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